文莱、新加坡两个东南亚领土最小国，竟然互相挂钩货币，建立罕见的特殊关系。马来西亚政府因为做了这一个动作，导致今天马劳的出现。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的西北部，北濒南中国海，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沙劳越州接壤，并被沙劳越州的林梦区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而这两个部分原本是没有办法通车的，但在2014年就开始建造淡布隆大桥，它是东南亚最长的跨海大桥，全线长约30公里，主体穿越大片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它也是文莱政府有史以来最大的基建项目，由中国的中建集团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承建了部分的桥段，并在2020年完工，正式通车。这就让原本就驻扎在文莱的新加坡部队往返文莱北部至淡布隆的路段缩短至3个小时而已。文莱的海岸线长约162公里，有33个岛屿，沿海为平原，内地为多山，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炎热多雨，年均气温约28度。斯里巴加湾是文莱的首都，承载国家财富的石油城，风情万种的古老水泉，光彩夺目的清真寺黄金顶，和谐的社会和安乐的生活，被誉为东方威尼斯。文莱的古城是伯尼，2世苏丹率代表团到中国明朝进行友好访问，同年10月不幸病故于南京，年仅28岁。明成祖朱棣按照国王生前的遗愿，希望体魄脱葬中华，以葬礼王侯的仪式埋葬。世公顺王建祠祭祀，并以西南夷人身份入籍中国坟户。这个坟墓目前位于南京，而且准备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了的。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我，下次如果到南京，我也会去看看，嘿嘿。这个国家在古时就与中原王朝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今天同样在东南亚主要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建立特殊关系，而其他同样信奉伊斯兰的国家，比如印尼、马来西亚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文莱国土面积为5765平方公里，上海的面积则是634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上海比文莱还大。而新加坡就更小，新加坡的陆地面积为728平方公里。我有些香港的朋友，他们在印象中一直以为新加坡比香港还大，因为他们一直觉得香港很小，但其实新加坡更加小，香港也有1106平方公里。文莱和新加坡同属东南亚领土最小国，也是东南亚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新加坡高达65000多美元，而文莱则是31000多美元，排在第二。一个是靠智慧致富的国家，一个是靠天然资源致富的国家，两个都是东南亚头等富有国，国民的生活品质在东南亚也是最高的。而马来西亚则排在第3，这3个国家彼此之间都是邻国，驾车就可以到了的，语言也相通，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而相对于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比如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在经济发展上或者是现代化，他们都是比较靠后的。所以这让人不得不思考，是英国人比较聪明选地方来殖民呢，还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被英国殖民过，所以所遗留下的影响促成这些国家在东南亚发展的比较好呢？欢迎你在下面留言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现在是都订阅了，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上期我们就谈到了为何印尼要吞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呢？但最后为何会失败呢？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下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我的频道找也行。现在呢，就让我们谈谈新加坡文莱的特殊关系呗。新加坡和文莱的官方语言都是马来语，你不要觉得惊讶哦。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其实是4语，即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都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这覆盖了所有新加坡人的特征。也就是说，新加坡为了促进团结和归属感，把所有新加坡人会使用到的语言都列为官方语言。这个是很周到的。新加坡现任元首也是由马来人来担任，而总理则是由华人来出任。从这边你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各种举措可都是用心良苦啊。相比马来西亚，
唉，我都不想说了。你来我的频道看之前那部泰国华人或另一部马来西亚华人只剩下22% 的作品，你就懂了。由此可见，马来语在马来群岛的效用是很高的，同时被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还有印尼这些东盟实力比较强的国家或现代化比较高的国家列为官方语言。所以，如果你要在马来群岛范围内经营商业的话，不妨可以学习马来语。新加坡和文莱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始于两国独立前，他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人意识的都要长。自1800年代以来，他们有共同的英国传统，这也意味着文莱和新加坡建立了牢固的经贸和其他关系。几个世纪来，这种联系变得更加牢固。新加坡和文莱作为区域小国，不仅有许多共同点，也有相似的战略眼光看待区域和国际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很多文莱的年轻人就来到了新加坡接受教育，这成为友谊和亲属关系的另一个丰富来源。因为这些文莱人中有很多娶了新加坡的配偶，然后就一起回到了文莱。1967年，新加坡和文莱更签署了新加坡文莱货币等值互换协定，意味着新加坡金融监管局 MAS 和文莱金融监管局 AMBD 同意接受对方国家的钱币，在本国自由流通。该协议为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协议规定两国货币可以等价交换，也就是说，你游玩新加坡后再去文莱，连钱都不用换，直接在当地付新币就可以了，继续花新加坡的钱。该协议允许各自的货币在另一个国家作为惯常货币使用。他们也在2017年庆祝该协议签署了50周年，并发行了限量的纪念币。新加坡和文莱共同发行了50元面值的纪念币，纪念两国货币等值互换协议签署50周年。新加坡版的发行200万枚，而文莱版的则发行100万枚。文莱发行的50面值纪念币上印刷的是哈桑纳尔·博尔基亚的肖像，也就是文莱的首任苏丹。博尔基亚自1967年起担任文莱苏丹。新加坡发行的纪念币上则出现第一任开国总统尤索夫·宾·伊萨克。伊萨克出任新加坡总统是在上世纪60年代。纪念币的背面图案则反映了两国在国防、教育、旅游业等其他方面的深度和广泛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文莱是在1984年才从英国正式独立，至今也差不多30多年而已，但这个协议已经存在50多年了。也就是说，在文莱独立前就签署了。当然，那时新加坡已经独立2年了。李显楼曾指出，双方以1对1的汇率让对方货币在各自国家自由流通，消除了汇率波动的风险，因此有助于降低两国企业和投资者的成本和减少游客兑换货币的费用，尤其是在全球和地区经济不确定的时期。尤其重要，该协议对两国依然具有价值，由于其他货币在此期间剧烈震动，因此它提供了一种稳定和放心的措施。他也指出，稳健增长的新闻贸易反映了这项协定所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而在投资方面，两国已在一些深具发展潜能的高增长领域进行投资。由于免去了货币兑换的麻烦，两国人民在旅游和购物方面也更加的方便。两国官方也强调了这项协定对文新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在2005年财年，新加坡和文莱总货币流通量就超过了4亿4500万新元。根据2021年10月8日，也就是我在制作这视频的这一天，无论是新币或者是文莱币对马币的汇率都是保持在3.11，也就是1元的文莱币或者是新币可以兑换3.11马币，而对美元也都是0.74，所以文莱币和新币是等值的。不过，作为马来西亚人，我也有点遗憾。为什么你们不常马来西亚一起玩这个游戏呢？我们也是邻国啊。如果你们常们玩的话，这样我们就不用去当马劳了啊。这边的马劳是指很多马来西亚人因为新加坡货币的汇率吸引力而跑去新加坡打工。因为你在新加坡工作赚1块钱就能换马币3块钱，也就是说同等的付出，但在新加坡可以获益更多，因为汇率的关系。但你知道吗？在早期，马币、新币、文莱币都是等值的，也就是说，
当时马来西亚政府也签署了该份协议，在1967年过后是马来西亚主动退出该协议的。马来西亚政府在1973年5月8日终止了与新加坡的货币等值互换协定，让两国货币不再以等值的形式流通使用。在终止与新加坡的协定的2个星期后，马来西亚再与文莱终止该协定。因为在1970年代，国际货币制度面临重大的挑战和考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8月让美元兑黄金贬值，使到所有货币自动重新估值。2年后，战后所采用的固定汇率制崩溃，多数货币决定跟随美元自由浮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来西亚政府决定与新加坡和文莱终止货币等值互换协定，但是新加坡和文莱却坚持到了今天。这项协定在维系两国和加深两国之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事实上，两国之间的贸易已从1968年的2000万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8亿2200万美元。但你以为新加坡和文莱只是在经贸上有特殊关系吗？那你就错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下一期我将继续带着大家了解他们在军事和其他方面的特殊关系。想继续长知识的话，记得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知道为何印度想吞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最后为何会失败呢？那就来到我频道找上一期的作品呗。好，我是尼克斯，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